人们总以为退休是人生的终点，是该享受的时候了，是可以放松的阶段。我活了99年，看过太多人的结局，我得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：退休不是终点，而是最后一场考试的开始。这场考试不考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考你能不能守住这些钱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考验你能否守住理智。我见过太多聪明人一辈子努力工作，攒下了足够的退休金，买了房子，存了股票，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，可退休后不到5年，他们就开始焦虑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，开始嫉妒那些赚得更快的人，然后做出一生中最愚蠢的决定。有的人听信理财顾问，把钱投进高风险产品；有的人追逐热门股票，想证明自己还懂市场；有的人借钱投资房地产，以为这是最后的机会。结果呢，他们在该安稳的年纪输掉了一生的积蓄。我在1973年的股灾中看着一群退休的老人，他们原本可以安心度日，却因为一次错误的判断失去了尊严，失去了平静，甚至失去了继续生活的能力。那不是市场的错，是人性的错，是他们在退休后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财富不是用来证明什么的，而是用来保护自己的退休后的财富。管理和年轻时完全不同。年轻时你靠增长赚钱，退休后你靠防守活下去。年轻时你有时间弥补错误，退休后每一次错误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我常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不需要变得更聪明，你只需要别犯蠢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几乎没人做得到。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讨厌无聊，它需要刺激，需要证明，需要行动。退休后，当你突然失去工作的节奏，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，你会想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还有用。这就是陷阱的开始。我这一生见过的退休悲剧几乎都是同一个剧。本聪明人在该停下来的时候选择加速他们，不是输给市场，而是输给自己那颗不安的心。所以当人们问我扎里退休后该怎么管理财富，我的答案从来不是买什么股票，投资什么产品，而是3个步骤，3个聪明人都该遵守的原则。这3个步骤听起来简单，却是我用一生的观察，从无数失败者的尸体上总结出来的。他们不会让你一夜暴富，但能让你安稳到老，能让你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仍然保有尊严和理智。第一步，简化；第二步，远离；第三步，冷静听。起来像废话，那是因为真理从来都不华丽，它们不性感，不刺激，甚至有点无聊。但正因为无聊，才能活得久。退休后的财富不是用来炫耀的，不是用来证明的，更不是用来冒险的，它是你余生的护栏，是你面对疾病、意外、衰老时的最后防线。守住它比赚更多更重要。而守住它的第一步就是学会简化退休。后大多数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简化，而是扩张。他们终于有时间了，于是开始买更多东西，去更多地方，尝试更多活动。他们以为这叫享受人生，其实这叫消耗人生。我见过太多退休的人买了更大的房子，换了更好的车，报名了一堆课程餐加各种社交活动，结果不到1年他们就累了，累得比上班时还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从来没学会一件事：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更多，而是需要更少。我这一生最大的奢侈不是住豪宅开名车，而是我可以不在乎这些东西。我住在同一栋房，自己10年，开着普通的车，穿着简单的衣服。有人说我节俭，其实我只是懒得浪费时间，懒得去维护那些不重要的东西，懒得去证明我有钱，懒得重复人类的愚蠢。退休后简化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种必要。因为你的精力开始下降，你的时间开始变得昂贵，你再也负担不起复杂的生活。简化的第一步是删除物质。你不需要更大的房子，
那只会让你花更多时间打扫。你不需要更多的车，那只会让你焦虑保养和保险。你不需要更多的衣服，那只会让你每天早上浪费时间。选择，我常说，人生的后半场不是靠加法赢的，而是靠减法活的。你能删掉的东西越多，你的负担就越少，你的自由就越大。我认识一个退休的企业家，70岁了，还住在3层楼的大房子里，每天光是维护那栋房子就要花掉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。他说，查理，我舍不得卖，那是我一辈子的成就。我告诉他，你的成就不在房子里，而在你的脑袋里。房子只是一堆砖头和回忆，而回忆不需要房子来撑。在几年后，他终于卖掉了那栋房子，搬进一间小公寓。他说，查理，我现在才明白自由的感觉是什么。我不用再担心屋顶漏水，不用再烦恼花园的草坪，我终于有时间去读书、去散步、去思考。这就是简化的力量，它让你从物质的牢笼里解放出来，让你有空间去做真正重要的事。简化的第2步是删除社交。退休后，很多人突然有了时间，于是开始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同学会、老朋友聚会、社区活动。他们以为这叫充实，其实这叫逃避。他们害怕孤独，害怕面对自己，于是用社交来填满时间。可我得告诉你一个真相，大部分的社交都是浪费时间。我这一生见过太多无意义的聚会，人们坐在一起聊着无聊的话题，炫耀着各自的孙子，抱怨着政治和天气，3场后每个人都累了，却没人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我年轻时也参加过很多社交活动，后来我发现，真正有价值的对话从来不发生在热闹的场合，它发生在安静的1对1，发生在你和几个真正理解你的人之间。所以我开始删除社交，我拒绝那些没有意义的邀请，我远离那些只会消耗我精力的人，我把时间留给极少数值得交往的朋友。有人说我孤僻，我说我只是懂得珍惜。时间退休后，你的时间不再是无限的每一分，终都是从你余生偷来的。你要问自己，这个人、这个场聚会、这次活动值得我用生命去交换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就勇敢地说不简化的。第3步是删除欲望，这是最难的一步，因为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。你有了100万，就想要200万；你有了房子，就想要更大的房子；你看到别人赚钱，就想自己也要赚。可退休后，你必须学会一件事：知足不是因为你没能力，而是因为你不需要。你已经有足够的钱、足够的资源、足够的一切，再多也不会让你更快乐，只会让你更焦虑。我见过太多退休的人，明明有足够的钱，却还在追逐更多。他们看到朋友投资赚钱就眼红，就焦虑，就忍不住，也要试试结果呢。他们在该安稳的年纪输掉了本该守住的财富。欲望是退休后最大的敌人，它会让你做出愚蠢的决定，它会让你忘记什么才是重要的。我常说，真正的富有不是你能买多少东西，而是你能放下多少欲望。当你看到别人买豪车，你不会心动；当你看到别人炫耀投资收益，你不会嫉妒；当你看到别人过着奢华的生活，你不会羡慕，因为你知道你需要的你已经有了。这就是简化的最高境界，不是物质的简化，而是心灵的简化。退休后的简化不是一种牺牲，而是一种解放。它让你从物质社交欲望的牢笼里走出来，让你有空间去享受真正的自由。自由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而是不想买什么就不买什么。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当你学会简化，你会发现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不是拥有最多的时候，而是需要最少的时候。简化是防守的第1步，远离是防守的核心。退休后，你必须学会一项能力是别危险，然后远离它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危险从来不会以危险的样子出现，它总是包装成机。
会诱惑或者有意，我这一生见过太多退休的人被所谓的好机会毁掉。他们不是笨，而是他们不懂得拒绝。远离的第一件事是远离风险。什么是风险？不是股市波动，不是经济衰退，而是你无法承受的损失。年轻时你可以冒险，因为你有时兼弥补退休后你不能冒任何无法承受的风险，因为你没有重来的机会。我见过太多退休的人听信理财顾问的话，把钱投进高收益的产品，那些产品看起来很诱人，年化报酬率 15%、20%， 还有专业的包装和漂亮的简报。可我告诉你，退休后任何承诺高报酬的产品都是毒药，因为高报酬永远伴随着高风险，而你承担不起那个风险。我常说，退休后的投资不是追求更高的报酬率，而是追求税的杜绝。如果一项投资让你焦虑，让你每天都要盯着价格波动，那就不是好投资。不管它看起来多有前景，真正适合退休的投资应该是无聊的、稳定的，甚至是让你可以忘记它的。我和巴菲特这一生从来不追逐那些高风险的机会，我们只买我们看得懂、能安心持有的公司，可口可乐、保险公司、银行这些公司不会让你一夜暴富，但他们能让你安稳到老远。离的第二件事是远离债务。债务是退休者的毒药，它比任何投资都危险。我见过太多退休的人为了投资、为了买房、为了维持生活方式，选择借钱，他们以为自己能控制，以为自己能还得起，结果市场一转，他们的退休金就没了。我这一生对债务的厌恶堪比对愚蠢的厌恶，因为债务会毁掉你的理智，它会让你在恐惧中做决定，而恐惧中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好决定。退休后你应该做的不是借钱去投资，而是还清所有的债务，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全部清零。你要让自己处于一个状态，不欠任何人。钱这种自由比任何投资报酬都珍贵，因为当你不欠债时，你不会被迫做任何事。你不用担心利息，不用害怕市场波动，不用在压力下做决定。我认识一个退休的医生，他在55岁时还清了所有债务。他说，扎里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自由，我不用再为任何人工作，不用再担心账单，我可以真正为自己活。这就是无债的力量，它让你从金钱的枷锁里解放出来。远离的第三件事是远离愚人。听起来残酷，但这是我一生的经验。愚蠢是会传染的，你和愚蠢的人待久了，即使你原本理性，也会开始说蠢话、做蠢事。我见过太多退休的人被错误的朋友、错误的顾问、错误的合作伙伴拖下水，他们不是故意的，他们只是愚蠢，而愚蠢的人会让你为他们的错误买单。什么样的人是愚人？那些永远有内幕消息的人，那些总在吹嘘自己赚了多少钱的人，那些劝你趁现在还来得及的人，那些说这次不一样的人。这些人你要远离，不是因为他们坏，而是因为他们蠢，而和蠢人做朋友，你不只是浪费时间，你是在用生命为别人的错误买单。我年轻时也犯过这个错，我和一些看起来聪明的人合作，结果他们的愚蠢踩点毁掉我的事业。从那以后，我学会了一件事，宁可孤独，也不和愚人为伍。退休后，你该把社交圈当成资产负债表，问自己哪些人让我更清醒，哪些人让我更盲目留下。前者删掉，后者我和巴菲特常说，结交比你聪明的人，你会得到免费教育。但我更想补一句，远离比你愚蠢的人，你会少交很多学费。远离不是冷漠，而是自我保护。退休后，你没有时间，没有精力，没有本钱去承受别人的愚蠢，你要做的是远离一切可能伤害你的东西。风险、债务和愚人，这不是懦弱，这是智慧。因为守住财富的关键不在于你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拒绝了什么。
简化让你轻盈远离，让你安全而冷静，才是守住财富的最终防线。我这一生见过的破产者，几乎没有一个是因为智商不够，他们都是因为情绪失控、恐惧，让人在最低点迈出贪婪，让人在最高点买进嫉妒，让人追逐别人的成功。傲慢让人忽视风险，退休后情绪比任何市场波动都危险，因为你已经没有时间去弥补情绪化的错误。冷静的第一层是控制恐惧，市场会波动，这是必然的。你的投资组合会上涨也会下跌，关键不在于涨跌本身，而在于你如何反应。我在1973年的股灾中看着自己的持股暴跌，那感觉不好受，但我没有恐慌，因为我知道市场的波动是暂时的，但情绪化的决定是永久的。很多人在那次股灾中卖掉了一切，他们以为自己在止损，其实他们只是在恐惧中逃跑，结果几年后市场恢复了，而他们永远回不来了。恐惧是退休者最大的敌人，他们让你做出最蠢的决定。你要学会一件事，当恐惧来袭时，什么都不做，不要卖，不要改变策略，不要听信新闻，什么都不做，因为在恐惧中做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好决定。我常说，投资最重要的能力不是选股，而是在市场崩盘时仍然能冷静思考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，那你就不该投资。冷静的第二层是控制贪婪，贪婪比恐惧更隐蔽，也更危险。恐惧会让你失去已有的贪婪，会让你失去一切。我见过太多退休的人，本来有足够的钱安稳度日，却因为贪婪想要更多，最后一无所有。他们看到别人赚快钱，就忍不住也要试试。他们看到高收益的产品，就觉得自己也能赚。可他们忘了，高收益永远伴随着高风险，而他们承担不起那个风险贪婪会让你失去判断力，它会让你相信那些不该相信的人，它会让你投资那些不该投资的东西。我见过一个退休的工程师，65岁，有足够的退休金，本可以安心度日，可他听信朋友的建议，把钱投进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，结果1年后钱全没了。他不是笨，他只是贪婪让人盲目，他会让你忘记什么才是重要的。退休后你不需要赚更多，你需要的是守住已有的。当你能克制贪婪时，你就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人。冷静的第三层是控制嫉妒，嫉妒是最愚蠢的情绪，因为它一点快乐都没有。贪婪至少能让你幻想未来，恐惧至少能让你保持警惕，而嫉妒只会让你在别人成功时痛苦。我见过太多退休的人因为嫉妒而做蠢事，他们看到朋友买了新车，就觉得自己也该买；他们看到邻居投资赚钱，就觉得自己也要试试。可他们忘了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别人的成功不代表你也要跟风嫉妒，会偷走你的理智，它会让你盯着别人的财富，忘记自己的方向。我和巴菲特在1990年代被无数人嘲笑，那时候科技股狂飙，每个人都在赚钱，而我们还在投资。那些老古董公司媒体笑我们跟不上时代，朋友说我们太保守，可我们没有嫉妒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打败别人，而是守住自己。3年后泡沫破裂，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全完蛋了，而我们依然富有。教训是什么？投资不是比赛，你不需要赢过任何人，你只需要不输掉自己。嫉妒会让你失去这个最基本的认知。冷静的第4层是接受无聊，这是最难的一层，因为人类天生讨厌无聊，我们需要刺激，需要行动，需要感觉自己在做点什么。可在投资里，无聊才是最高级的策略。真正的财富增长就像看草生长，看油漆前毫无刺激，也没有剧情反转，但它有效。我和巴菲特几十年来一直在重复一个无聊到让人翻白眼的策略：买好公司持有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年复一年，
一切就这么简单。可简单的事最难，因为它需要一种反人性的力量，能在不刺激的过程中坚持正确退休后，如果你的投资让你觉得兴奋，那多半你做错了真正的投资。应该无聊到你可以几个月不看一次账户，你可以安心去旅行，去读书，而不用担心市场发生了什么。这就是冷静的最高境界，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情绪不再主宰你的决定。我活了99年，见过太多聪明人毁在情绪上，他们懂财报，懂经济，懂趋势，却不懂自己的心，最后输得一乾二净。冷静不是天赋，是训练出来的。你要学会在市场崩盘时仍然能思考，你要学会在所有人都贪婪时保持怀疑，你要学会在别人都恐慌时维持平静。这需要时间，需要经验，更需要对人性的深刻理解。但一旦你掌握了冷静，你就已经超越了90%的投资者，因为他们会被情绪驱动，而你由理智主宰，简化远离冷静。这3步听起来简单，可为什么大部分人做不到？因为他们不理解一个更深层的真相：财富不是赚来的，而是守出来的。而守住财富需要3样东西是坚、耐心和对复利的信仰。这3样东西年轻人可以忽视，但退休后他们是你唯一的武器。先说时间，时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骗人的东西。他不在乎你的智商，不在乎你的学历，也不在乎你的背景。你给他信任，他就给你复利，你催他快点，他就惩罚你我这一生。最大的优势不是比别人聪明，而是我活得够久，而且在活住的过程中少犯了很多蠢事。巴菲特常说，人生就像滚雪球，关键在于失血和涨坡，但没人告诉你在坡变涨之前你得推很久，而且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。这就是时间的残酷，也是时间的公平。退休后你的时间不再无限，这让很多人焦虑。他们觉得我只剩20年、30年，我要赶快赚更多。可这种想法恰恰是最危险的，因为它会让你急躁而急躁，会让你犯错。你要明白，退休后你不需要赚更多，你只需要让时间喂。你工作，如果你有一笔稳定的资产，每年稳定增长5%、7%，20年后那就是一笔可观的财富。但前提是你不能中途退出，不能被情绪驱动，不能因为市场波动就改变策略。时间只奖励那些能忍受无聊的人。再说耐心，耐心不是天赋，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在别人都焦虑时，你仍然等待。我见过太多退休的人，明明有好的投资，却因为没耐心而卖掉他们。看到股价涨了1点就急着卖出，以为自己赚到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真正的财富是那些能持有几十年的资产。我们持有可口可乐的股票几十年，不是因为我们有远见，而是因为我们有耐心。我们知道好公司的价值需要时间去证明，而那些没耐心的人永远看不到那个时刻。退休后耐心尤其重要，因为你没有时间去频繁交易，没有精力去追逐每一个风口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好的资产，然后耐心持有。耐心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能在该做的时候做，该等的时候等。这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，也需要对自己判断的信心。最后说复利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这话我说过无数次，可大部分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复利的力量。他们以为复利就是钱生，钱不是复利，是一种思维方式，是一种对涨期的信仰。复利不只适用于金钱，也适用于知识、习惯、健康。你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几十年后，那就是常识与智慧之间的鸿沟。可问题是，大部分人连坚持一点点都做不到。他们的思想3天就换一个版本，情绪比股价还波动。你不能复利混乱，你只能复利理性退休。后复利的意义更加明显，因为你不再有工资收入，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的资产，而资产的增长靠的就是
复利，但复利有一个前提，你不能打断。他每一次情绪化的买卖，每一次追逐热点的冲动，都是在打断复利的节奏。而一旦打断，你就要重新开始。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永远看不到复利的魔力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懂，而是因为他们忍不住。我和巴菲特能成功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，而是因为我们能忍住，忍住不卖，忍住不动，忍住在市场疯狂时保持冷静。这就是复利的真相，它只属于那些能活得久、守得住的人。时间、耐心、复利，这3样东西是退休后守住财富的核心。没有它们，你的财富就是一滩死水，再多也没有意义。有了它们，即使你的财富不多，也能稳稳地陪你到老。理论说的再多，也不如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得有力。我这一生见过太多人，有的聪明，有的愚蠢，有的富有，有的贫穷，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年轻时的成就，而是他们退休后的结局。我想讲2个故事，一个是聪明人的故事，一个是愚人的故事。这2个人年轻时都很成功，退休时都有足够的钱可，结局却天差地别。先说聪明人，他是一位一生55岁退休，有一笔不算巨额但足够的退休金。退休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还清所有债务房，贷车贷全部清零，然后他卖掉了自己的大房子，搬进一间小公寓。很多朋友不理解，问他为什么要降低生活水准，他说我不是降低，我是简化。大房子需要维护，需要打扫，需要担心很多事，小公寓让我有更多时间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。接着他把退休金的大部分投进了几家稳定的分红股，不是科技股，不是热门概念，就是那些无聊的几10年都不会倒的公司，可口可乐、保险公司、公用事业。这些公司不会让他一夜暴富，但他们每年稳定分红，足够他生活。他说我不需要赚更多，我只需要睡得转觉。从那以后，他几乎不看股市，不关心新闻，不参加任何投资论坛。他把时间用来读书、散步、陪家人，偶尔旅行。20年后他还活着，身体健康，心情平静，财富稳定增长。他说，扎里，我现在才明白，财富不是用来证明什么的，而是用来买回自由的。这就是聪明人的故事。再说愚人，他是一位企业家，60岁退休，有一笔可观的财富。退休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买更大的房子，更好的车，去更多地方旅行。他觉得自己辛苦，一辈子该享受了，可享受不到。1年他就开始焦虑，他看到朋友们还在赚钱，看到新闻上报倒水又暴富，他开始觉得自己落后了。于是他开始投资，先是股票，然后是房地产，再后来是一些高风险的项目。他说我不能让钱闲住我，要让他为我工作。可问题是他投资的都是他不懂的东西，他听信理财顾问的建议，投进一些高收益产品，结果是场一赚，他的退休金腰斩。他不甘心，想要搬回来，于是借钱投资，结果债务越滚越大，压力越来越重。70岁时他不得不卖掉房子，搬进小公寓，重新开始找工作。他说，如果当初我什么都不做，该有多好。这就是愚人的故事。这2个人起点一样，资源一样，可结局完全不同位。什么不是因为运气，不是因为市场，而是因为选择。聪明人选择简化，远离冷静。愚人选择扩张追逐，冲动聪明人守住了财富，也守住了尊严。愚人失去了一切，包括平静。我常说，退休后的人生不是由你赚了多少决定，而是由你守住了多少决定。而守住需要智慧，需要纪律，更需要对人性的深刻理解。说了这么多，我想把这些经验浓缩成几句话。这些话不华丽，但它们是我用一生换来的智慧。第一句，慢是快的最高形式。退休后你不需要追求速度，你需要的是稳定。慢不是懒，而是一种战略选择。第二句，克制是最稀有的天赋。能克制欲望的人比能赚钱的人更富有。
因为欲望是无穷的，而克制能带来自由。第3句，钱买不来理智，理智却能保住钱。理智是你最大的资产，一旦失去再多的钱也守不住。第4句，真正的自由是可以说不，你能拒绝诱惑，拒绝压力，拒绝别人的期待，那才是真正的富有。第5句，聪明人想赢，智者只想活下去，退休后你不需要证明自己，你只需要活得够久。第6句，无聊是复利的温床，真正的财富增长永远发生在无聊的等待中。第7句，守住比赚到更重要，年轻时靠进攻，退休后靠防守，守住了就是赢。第8句，简化不是牺牲，而是解放，你需要的越少，你的自由就越大。第9句，远离愚蠢比追求聪明更重要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你避免了什么。第10句，时间只奖励耐心的人，急躁的人永远看不到复利的魔力。这些话不是鸡汤，而是现实，他们不会让你一夜暴富，但能让你安稳到老。如果你能记住这些原则，并且真正去实践，你就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退休后如何守住财富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简单到让人觉得不值一提。简化、远离、冷静，就这3步。可为什么大部分人做不到？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追逐，从未停下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他们以为财富是终点，却不知道财富只是开始。真正的考验是你能否守住它，是你能否不被它控制，是你能否在拥有它的同时仍然保持清醒。我活了99年，见过太多人的结局。有的人赚了一辈子钱，却在晚年失去一切；有的人财富不多，却活得平静安详。我发现一个规律，真正幸福的老人不是最有钱的，而是最清醒的。他们知道什么该要，什么该放下。他们不被欲望控制，不被恐惧驱动，他们活在当下，享受每一天。这就是财富的尽头，不是奢华，不是炫耀，而是宁静。那种宁静来自于你终于明白，你不需要证明什么，你不需要赢过谁，你只需要赢过过去那个没耐心、没计划、没自控的自己。退休后的财富管理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心态问题。你能否接受无聊？你能否克制欲望？你能否在混乱中保持冷静？这些比任何投资策略都重要。我常说，金钱不是目标，而是放大镜。它会放大你是谁，放大你的弱点，也放大你的智慧。如果你愚蠢，金钱会让你更快地毁掉自己；如果你理性，金钱会让你更自由。所以退休后的第一课不是学投资，而是学做人，学会克制，学会拒绝，学会在诱惑面前说不，学会在恐慌中保持冷静。当你做到这些时，你会发现守住财富其实不难，因为你已经守住了更重要的东西。你的理智，人到晚年最大的财富，不是银行的数字，而是你头脑的清晰，内心的安静，还有你看透愚蠢时的那种微笑。这是我99年用生命换来的。领悟财富会来也会走，但理性是你永远的护城河，守住它，你就守住了一切。记住，退休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开始，一个可以真正为自己活的开始。而守住财富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目标是守住自己的心。当你能在80岁时平静地看着这个世界，不羡慕，不嫉妒，不焦虑，只是安静地活着，那一刻你就真正富有了。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关于退休后守住财富的3步：简化、远离、冷静。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，但如果你能坚持，你会发现这不只是守住财富的方法，更是守住人生的智慧。愿你晚年心平气和，财富稳定，理智清醒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